我去，好大的馒头！林天，你输了，按照约定，不得再纠缠于我。我一心向道，不会考虑儿女私情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哼，上官灵，你以为你能摆脱我？我会让我母亲向你上官家提亲。上官家惹不起我林家，你迟早会成为我的女人。痴心妄想！我已经加入问心宗，你林家再厉害，也管不到问心宗。死了这条心吧。小流氓！什么流氓？我这是欣赏的目光。世俗的人啊，唉。你不会爱而不得，迁怒于我，欲杀我泄愤吧？猜对了，奖励你去死！别搞啊！地手指，老爷子，系统。完了，这下心里舒服多了。上官灵，你等着，我迟早要让你跪在我面前碎花。大哥，你赶紧回林家，母亲母亲怎么了？母亲突然炸了。我妈炸了？炸了是什么意思啊？炸了就是炸了的意思啊！母亲正与我讲述你小时候的趣事，说着说着，忽然炸了，溅我一身血。你快些回来吧。没死。不对劲，我难道重开了？这是新号？搞什么？好歹让我刷点小怪，积攒点经验值啊！姓名：顾命，重生到修仙世界，天赋：借命，注解：被仇人杀死，可随机献祭其至亲一人，复活自己，并获得一次抽卡机会。献祭对象：凌天之母。献祭方式：自爆而死。效果：复活宿主。额外奖励：获得一次抽卡机会，卡牌内容源自被献祭者。寿元无尽，不死不灭，这开局稳了。这林天是修行者，他老娘大概率也是修行者，运气再怎么差，也不可能抽取一项鸡肋技能吧？我他妈没有灵力啊！你给我一门功法有什么用？等等，我可是有无限复活的，只要不死，总有机会变强。修仙界，你们的噩梦来了！未来的天下第一，已至此间。唉，可怜的乞丐，大白天还做梦，都快失心疯了。凡人，你又怎知我日后不会成为这修仙界的传说？待我君临天下之时，你这凡人连仰望我的资格都没有。我操，剧本不对啊！我可是穿越者，我可是拥有金手指的主角，怎么会被饿死？被饿死的穿越者，古今第一人了吧？我不要穿越，我要回家啃大白馒头。特喵的，穿越者根本不是小说中写的那回事啊！没有大能，没有红颜知己，没有师尊，就连干苦力别人也不要，抢劫打不过，偷没那个本事，除了作死，我还想不到有什么破局之法。但死亡的滋味是真的不好受，不到万不得已，我还真不想领取死亡体验卡。我不要穿越，我要回家啃大白馒头。等等，喂，老天使，你是碰见什么难事了吗？
可否与我说说，在下若是力有所及，必全力相助。算了，你自己都快饿死了，能帮我什么？他们是落阵的天，不是普通人惹得起的。唉，都是可怜人。我周老头一生为善，为什么就是没好报？横竖不过一死，和我说说，或许我真能帮你。我儿子在恶霸手下干苦力，因为劳累过度死亡。恶霸觉得他死在他的地盘不吉利，要求赔偿10两银子。我没钱，于是他们将我唯一的孙女带到万花楼接客抵债。我为了赎回孙女，省吃俭用，日夜干苦力，3年时间积攒10两银子。谁曾想恶霸说我孙女周卫晓3年时间吃她的喝她的，总共需要100两银子。我已经明白自己不可能赎回周卫晓，这10两银子和2个肉包子本是替我儿子准备的。还有王法吗？还有天理吗？没有，官恶勾结，寻常普通人哪有资格谈王法天理？顾命第一次深切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残酷。我有法子帮你将孙女救出来。周老头显然不信，反正你也没法子了，不如死马当活马医，试试呗。这10两银子就当报酬。告诉我你孙女名字与容貌，去万花楼外等着，我保你孙女平安归来。但接到你孙女后，立刻离开洛镇。还是得再死一次，那滋味真不愿再体验。自己这乞丐模样，连万花楼都进不去，得先去衣色。万花楼，洛镇唯一一家风月场所，文人雅士、勾栏听曲必选之地。与想象中的烟柳巷不同，这洛镇的万花楼显得朴素一些，没有那么高端华丽。穿着清凉、精致打扮人倚栏招展，散发着浓浓胭脂味，吸引着街上行人驻足流连。行人犹豫片刻，咬一咬牙，在花枝招展的青布人簇拥下进入万花楼。最终花了10两银子，买了2身还不错的衣服，一身按照自己的尺寸，一身按照周我晓的尺寸，一个斗笠，一个火折子，燃油、玻璃瓶，一把匕首。身为穿越者，会燃烧瓶这些小玩意儿，很合理吧？既然如此，我便在这万花楼中寻个机会。官人这打扮，好生特别。不该问的别问，一间上房最好的酒菜。得嘞，客官随我来。客官，这几位姑娘可都是咱们万花楼的头跑。不合适，换一批。客官，您到底想要什么样的？要清白的，家里有亲人的，最好是被逼卖身的。这位应该合客官心意。别说，我不是来找乐子的，我是来救你出去的。你爷爷托我来的。爷爷，多谢恩公，多谢恩公。别哭了，时间紧迫，按我说的做。记住，等会儿跟紧我，不要说话，低头走路，装作我的小厮。一旦出事，你就往人群里钻，能跑多远跑多远。那你呢？我放心，包死的。开个玩笑。记住，无论发生什么，你不要管，直接离开万花楼，否则你会害死我和你爷爷。记住了吗？明白。哎呦，我的客官，您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？不好意思，出门急，没带钱。你干什么啊？你人模狗样，原来想白嫖，你敢杀我吗？杀了我你也跑不掉，而且老娘这里几10个打手，小子，乖乖放下刀子，留下当男郎，还能活？哪儿来的小娃娃，敢在我万花楼动刀子，真是不知死活！
死都不怕的人还怕恶霸，这不是开玩笑吗？既然如此，我送你上路。帮个忙，替我打招呼。小兄弟，别乱来，我可以保你安全离开，并给你1000两银子。当我小孩子呢？放开你，我死定了。朱奎，你是想害死老娘吗？赶紧退后，让小兄弟离开！退后，小子，你逃不掉的，乖乖束手就擒，老子能让你死得痛快一点。我的目的是制造混乱，让周末小安然的离去。这朱奎竟然是淬体强者！你就这点手段？我乃淬体5重强者，邪门歪道破不了我的防御。我虽然不惧怕燃烧瓶，但那滋味确实不好受。这一把最少让万花楼损失上千两白银，厉害！魏儿，是你吗？爷爷，爷爷，恩公他能走吗？真没想到，恩公所谓的方法，竟然是以命换命。这世间竟还有这般好人，这个世道还有如此大善之人。魏儿，我们帮不了恩中，如果不走，恩公所做的一切都将付诸东流。走吧，今后我周家世世代代不供天地神灵，只供恩中。放开我！且不说我是个旱鸭子，就算能逃，我也根本打算逃，因为我需要依靠天赋，赶紧弄点保命手段，否则迟早会饿死。但万花楼毁了，还是有点可惜啊。老娘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，王家不会放过你。你们都看见了，是那人用王柔芳挡在他身前，我是为了救他，误杀。对，是误杀。对，都是那贼人的错。老大为了救人还受了伤，最终制服了贼人。哼，将2人打捞上来，我要好好处置那贼人。大人，老爷出事了。我爹可是淬体8重强者，能出什么事？老爷他在府中休息时，突然遭遇意外，整个人就没了，现场一片狼藉。我爹淬体8重强者，怎么会炸了？胡说八道，找死！但家仆又怎敢戏耍我？这大概率是真的。我的万花楼毁了，我爹炸了，该死的瘟神！可惜我的新衣服啊，不知道这一次能抽到什么能力，来个我能用上的吧。被朱鬼杀死，献祭其父，复活宿主，并获得1次抽卡机会。他爹应该是没妈，否则死的是他妈才对。因为修为弱的原因吗？修为越弱，卡牌越少。来个有用的技能。
修仙基础理论及要药，这玩意儿怎么看起来又是个废材呢？总算知道该怎么开始修仙了，我这高低算入门了吧？书中记载，修仙第一步为淬体，顾名思义，淬炼肉身凡胎，让身体由内到外逐层强化，达到某个临界点，便可以引灵入体，开启下一个层次的修行。而淬体一共有9重，一般需要药物辅助淬炼，如果仅仅依靠自身，根本无法淬体踏入修行。而如今我连吃饱都是问题，淬炼个屁的体啊！唉，虽然知道了修行基础，但如何修行也是个问题。理论纲要记载需要配合断体诀以及药液淬体，可我好像什么也没有。道阻且长，行则将至，总会有办法。不过大城市机会多，去大城市碰碰运气。3个月后，通过3个月的学习，我也总算了解到自己所在的世界。这里名为苍灵大陆，是一个修仙世界。修仙宗门凌驾于凡人帝国之上。我所在的国家名为云庆国，苍灵大陆无数凡人帝国中毫不起眼的一个。凡人帝国当然也有修士，而且不少，尤其是大城市存在传说中的金丹境强者，可上天入地，能活500岁。距离此地最近的大城名为青云城。你要加入我们的商队，前往青云城？可以，不过我们商队不养闲人，你要负责搬运货物，还要负责守夜，每天只有2顿饭，没有工钱。跟我来吧。嘿嘿，这下稳了，只要前往青云城。前往青云城，我肯定能碰见机缘，真正修仙。大爷，我来喽！真没想到，我居然搭上了青云城王家的商队。听说王家家主是筑基大圆满的强者，在附近几个大城都威名赫赫，这可是大家族的商队啊！而且领队竟然是凝气境3重，在凡人世界，这已经是高手了。还有数十名淬体境的护卫，这实力，朱奎之流在这里根本不够看。我之前在洛镇，眼界还是太窄了。我们已经在荒漠里走了半个月，翻越了险峻的山岭，每天干着最累的活，终于到达了目的地。不愧是大城市，就是不一样。这特妈与我想象中的修仙世界简直一模一样啊！大城市机会多，经过几个月的系统学习，我相信我已经完全融入这个世界，规则被我拿捏得死死的。以我现代人的思维，混得风生水起是迟早的事儿。接下来就是先做生意，积累人脉，购买药物，淬炼身体。这辽阔的天地将任由我翱翔！哈哈哈。修仙世界就是不一样，打雷都显得逼格十足。这雷动静是不是太大了？修仙界的打雷都是这景象毁天灭地吗？我怎么感觉有一点点不安？下雨了，我还是先回家收衣服，下次再来青云城吧。血雷之下，一道血衣身影出现，这股力量根本无法形容。仅仅一眼，
我便险些爆裂而亡。本座此生无父无母无亲无故，唯有挚爱小舞。可苍天要将你我分开，我偏偏不信命。贼老天，你要带走小舞，我偏偏要逆天而行。哪怕坠入九幽魔道，哪怕沦为天下人人得而诛之天地不容的魔头，本座今日也要复活小舞。这是宿命的圣天。魔头，你一定会遭正道联盟清算，本城主和你拼了！拼了！青云城，给我手！活吧，我的爱人！小舞，三哥，我回来了。这一切那么不真实，我真的害怕，下一刻你会再次消失。我的小舞，该死该死！狗老天，你敢杀死本座挚爱，再次将他从本座身边夺取，本座和你不死不休！特喵的，搞什么？又重开了。不过那魔头的挚爱，再怎么说也是个高手吧？这也算因祸得福。毕竟以我这个身份，想被强者杀死都不够资格。被王三杀死，献祭其妻，复活宿主，获得一次抽卡机会。抽取到的是玄级下品灵植师。灵植师专门培养和种植各种灵草、灵药，注解与功法等级对应，分为天地玄黄凡。得，好歹是个技能，实在不行，靠自己培育灵药，淬炼身体也不错。自己可不是乞丐，从今天开始，我绝不会接受任何歧视。你这什么意思？当我是什么男郎啊？看什么看？你就值这个价。士可杀不可辱。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莫欺少年穷。总不能真的靠期待活一辈子吧？靠作死也不太行。修仙宗门正式考核开始了，想参加考核的抓紧时间，限时3日，过时不候。我知道接下来怎么走了，天助我也！加入宗门，以我这一手玄级灵植师的身份，最少能混个药园主管吧。半个时辰后，看什么看？排队！按照这个速度，猴年马月。考核这么快，应该很严谨吗？有猫腻。正谁？笔试和面试都省略了，修仙就是方便，除了姓名、年龄，全是编撰。谁曾想
他根本不带看，大眼瞪小眼。修仙界的资源就那么多，每多一个修仙者，资源就会少一分，所以每个城池每年的修仙许可证名额是固定的。今年刘平城的名额只有300个。小家伙，明白我的意思了吗？只有拥有修仙许可证，你才有资格参加修仙宗门考核，成为大宗门的弟子，得到正规仙师的教导，可懂？这家伙的意思很明显，是想让我主动上供，然后再给我开价，这是要贿赂啊！大人，还请提示一番。100一个名额110，扯淡呢！110，我饭都吃不起了。顾命，110。可笑，这些宗门表面光鲜，暗地里却只认灵石不认人，将我这个天之骄子拒之门外，只感觉前途一片黑暗。灵职园，这怎么可能？在修仙界，除了那些大宗门和修仙世家，谁会开灵职园啊？种灵药得要灵土，灵气充沛的环境，还得有灵种，成长周期动不动就1-2年，甚至几十年、上百年，而且人工培育稍有不慎就死了，沉没成本大得吓人。普通人或者散修，谁会这么傻浪费时间人工培育？直接去野外挖衍生灵药不香吗？正经人谁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儿啊？果然是船到桥头自然直，柳暗花明又一村啊！天不绝我顾命，修行之路。你好，有人吗？出去。这是一株新岩草，蕴含火属性灵力，对火属性修行者而言颇有益处。这株新稀草属于属性灵草，需要火属性修士灵力浇灌，或者火脉之地种植，否则很难存活。你懂种植灵药？略懂。你想留下？可以，但你没有报酬，只管吃住。这不是压榨劳动力吗？哪里都有狗资本。不过，我可以给你提成，每培育成熟10株灵药，你可以获得1株，任意挑选。成交，合作愉快。我叫顾命，顾命的顾，顾命的命。以后就叫我赵老头。1楼左侧的房间以后是你的了，除了你的房间与后院，未经允许，不得踏入其他地方，否则哪儿来的回哪儿去。还有，不要私吞灵药。没问题，这是我穿越而来第一份正经工作，第一个安身之所。虽然赵老头看起来并不好相处，但这已经让我很满足了，好歹有个落脚的地方了，不是？顾命暂时在赵老头的灵职园住下，每天的生活2点一线，与赵老头每天的交流不超过3句话。自从我来到这里后，赵老头反而清闲不少，做饭打扫几乎都被我包揽。发现我对灵职的培育成就不低后，赵老头将灵药全部交给我负责，自己每天躺在摇椅，一副半死无活的样子。我并不感觉疲惫，反而乐在其中。我发现这样的生活还是挺有意思的。顾命培育的第1批灵药成熟，赵老头未曾想到这一批灵药的存活率这么高。实话告诉老夫，
你的略懂是多少？不高，玄级灵之师。玄级灵之师，你一个凡人根本没有接触灵芝，怎么可能玄级之师？而且灵之师这职业作用不大，需要成为大灵种凭赖之资源与实践方可出真知，所以一般灵之师都属于辅助职业，或者没有修行天赋的家族子弟。你似乎都不属。反正我有系统保护，不用担心。更何况1个月的相处，我大概了解赵老头的性格，虽然古怪冷漠，但人品还行。秘密，只要我能完成你交代的任务，不就行了？好，按照约定，你可以任选3株灵药，让你选就选，磨磨唧唧，成何体统？提醒你一句，如果想修行，最好选择淬体灵药。多谢。谁说付出没有回报？一株血蓉草，一株骨灵，一株玄幽草，刚刚成熟，诞生灵性，拥有作用，属于凡阶。但如果继续成长，突破100年份，就属于黄阶灵药。类似这种，用特制的木盒子装起来。1年份凡阶玄幽草，品相中等，估价6块灵石。我是赵老头灵芝园的人。小兄弟，你是赵老头的人，怎么不早说？这样吧，这株玄幽草12块灵石，多余的就算给你的见面礼。多谢掌柜，这可是自己存放灵草的东西，不能丢。至于赵老头的身份，我并不感兴趣。我现在要做的就是赶紧淬炼身躯，踏入素体境。价值100块灵石。至于储物袋，我暂时不敢奢求。且不提一个最普通的低阶储物袋价值50块灵石，就那使用方法，秘密资格。储物袋的使用需要神识辅助，我有个屁的灵力神识啊！按照修仙基础理论大纲上面介绍，需一桶盛满凉水，融入淬体药粉，放入火石，逐步加热，类似温水煮青蛙。磨灵药成液状，融入水中，再辅助银针刺穴，打开经脉便可淬体。这是没有断体之术的选择，虽然效果不佳，但也危险。就不能走远点吗？这老家伙平日看不见人影，今日可是自己的关键时刻，再次突变。老头，你这是？你想淬体，知道怎么银针开穴吗？不知道，边学边用。你知道火石加热温度什么速度最佳吗？不知道，管他呢，能淬体就行，反正死不了，怕个球！哼，乱来！修行岂是儿戏？怎容你胡作非为？你告诉我，你这些淬体的方式是哪儿学来的？一本修仙基础理论与纲要的书籍。做个交易，10株灵药，老夫助你淬体。10株灵药，少说也是自己好几年的工资，好像不太划算。换着以前多少人跪求我帮忙淬体，亦求之不得。可这家伙10株灵药还是自己的灵药，他竟然犹豫了。成交，成交，我答应。不过咱说好，如果失败了，我不给灵药的。
害怕自己忍不住一巴掌拍死顾命。脱光入土，闭目，无论多疼，都得忍住，不许动。血绒草，骨灵，去！平气凝神，观己身，引灵液，根据老夫的灵力引导，淬炼身躯，会很疼，忍住。只感觉皮肤仿佛拥有了呼吸，在吞噬灵液入体，骨头血肉酥酥麻麻，仿佛有亿万虫蚁在啃食。这滋味，咦，和死过一次的感觉比起来，好像不怎样。你什么破体质？为何如此多杂质污垢？又是一个时辰后，自己怎么知道？自己已经这么弱了吗？看样子时间是不多了。我操，这是什么情况？身体居然这么轻盈，而且神清气爽，还都会喜欢，这整个人如同脱胎换骨一般啊！若非这小子人品可以，我绝不会再次出手替人淬体。你如今已是淬体一重，身体杂质皆被排出，今后不可再铺张浪费。每一重需要的灵药可不少。知道了，我会的。今日这一桌佳肴，为了感谢你，这份恩情我记下了。若有机会，必涌泉相报。区区淬体一重，好大的口气！不错不错，你小子还算有点良心。那什么，我知道这点灵石不够，但这是我全身家当，以后我会打工还账的。我老家有句话叫做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我有自己的原则，有恩必报，有债必还，当然还有有仇必报。你我两清了，今后你不再欠我什么，报酬还是按原来的约定。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若再扭扭捏捏，哪儿来的回哪儿去。内心一叹，只得将这份恩情铭记于心，日后再报。在地球上，我应该算个小高手了吧？大概300斤左右，比一般的淬体境强。这就是天骄的感觉吗？我现在强得可怕。接下来的一段时间，我又恢复了平淡似水的生活。在赵老头的指点下，我就这么修行了5年。老头，我只有一个请求，你未完成的遗憾是什么？未来有一日，或许我有能力帮你完成遗愿，否则这将成为我的执念、遗憾。老夫还有一女，名为赵宁一，她在冰云宗修行，有时间替老夫去看看她吧。老夫亏欠她太多太多。
一个跑路，一个防御，这赵老头是多怕自己死啊！老赵，我走了，你放心，我会去看赵宁言，你就好好休息吧。如果目前的修为还不能直接前往碧云宗，但如果不去，我又去哪儿呢？天下之大，四海为家，管那么多做甚？老头给我留下不少灵种，既然我寿元无尽，那自然是要体验不同的人生。那就先出城，找个最近的城市吧。我操！原来这里竟然是罪犯的天堂，是恶人们的狂欢之地啊！听说了吗？百里外的不少县城村子被神秘妖魔屠杀，一个不留。啧啧，血腥残忍啊！哎，这世道太乱了，血幽州什么牛鬼蛇神都往这里跑，搅得血幽州生灵涂炭，民不聊生。别埋怨了，咱太虚皇朝还算好的，有皇主陛下创建的镇魔司，镇压邪祟，诛杀妖魔。前不久屠杀村子县城的妖魔，如今已被镇魔卫诛杀。那是，咱都得感谢皇主陛下心系苍生，创造镇魔司。以后我孩子长大了，一定要让他成为一名镇魔卫，为了天下苍生安危而修行。这不就是传说中的刑警队吗？这我得去啊！顾小子，你与老夫80年前初入镇魔司时一样，帅气有干劲儿。不过你考虑好了，镇魔卫可不是闹着玩的。虽然待遇好，身份尊贵，但死亡率也是极高。大爷，按照年纪，你该叫我大爷才是。牛大爷放心，我什么性子你还不清楚吗？打不过就跑呗，小命最重要。是啊，你小子机灵着呢，可比大爷我年轻的时候聪明，肯定比我活得久。得了，能进入镇魔司皆是不凡者，大爷一眼便知你小子是人中龙凤，今后定可成为金令镇魔卫。大爷我努力一辈子，也只是个铜令镇魔卫。那便借大爷您吉言，早日成为金令镇魔卫。说你胖还喘上了，得了，时候不早了，早些休息。明日你便需前往无涯城镇魔司分部报到。牛大爷慢走。恭喜你，即日起你便是一名真正的镇魔卫。赵三刀的小队前不久损失一名镇魔卫，你便去他的小队报道。都别丧着脸，身为镇魔卫，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，这种事在所难免。新队友到来，态度好一些，毕竟谁也不知道明天是否还能再见。你好，我叫赵三刀，这支镇魔小队队长，你就是顾命吧？欢迎加入我们小队。俺叫石虎，2级统领镇魔卫，筑基大圆满。今后俺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，身后放心交给俺。姬冷月，2级统领镇魔卫，筑基大圆满。你好，我叫宋乾，1级统领镇魔卫，金丹境初期。今后我们便是队友，希望你能相信我们。我叫顾命，修为最低，筑基后期，以后多多关照。
别介意，冷月那丫头性格比较高冷，但是个心善的娃娃。他们3人每个人身后都有自己的故事，今后时间与你慢慢道来。你运气不太好，按照我们小队的规矩，本该替你接风洗尘，但恰好被分配一个追杀妖魔的任务。他们3人都各自安排自己后事，避免明日回不来。你也是早做打算，毕竟明日追杀那妖魔是否能活着归来，尚未可知。你可有亲人？若是有亲人，我可以做个登记；若是……至少他们后半辈子可无忧。没有，我就一个人，一人吃饱全家不饿。哈哈，这可不行。若是从你这里断了香火传承，你如何对得起你父母？这样吧，明日任务结束后，我安排你相亲，早些留下子嗣。咱镇魔卫可是香饽饽职位，不知多少女人青睐。他们看上的是镇魔卫用命换来的衣食无忧吧？说不得他们期待你我死在任务中，死亡补贴可让他们一辈子逍遥自在。年纪轻轻，怎能将人性想得如此丑陋？不过你说的确实有些道理，但毕竟他们能替你留下后代，不是吗？多谢队长，但我不需要，我不需要为任何人而活。来时空荡荡，去时归九幽，想那么多做甚？我总觉得顾命这年轻皮相下，似乎隐藏着一个老怪物灵魂。到了。这里是我刚买的小院，你暂时住这儿。明日辰时在访视口等我，我带你去见一见其他的镇魔卫。我先走了。所谓的妖魔，应该是一个统称。此次众人要对付的妖魔，据说是一只鬼影妖，依靠吞噬别人的影子修行，金丹境初期修为。鬼影妖实力并不强，它可怕的地方在于虚无缥缈，很难抓住，神出鬼没。为了以防万一，我得准备一些符箓和阵法，用来对付鬼影妖。我真是干一行爱一行啊！现在看来，这镇魔卫这职业也挺有意思的。都小心一点。根据消息，鬼影妖躲藏在此地沼泽中，此地光芒暗淡，瘴气弥漫，是他居家的隐藏之处，别中招。瘴气有毒，当心。明白。队长，我这里有些解毒丹，效果应该比瘴气丹有效果。你小子是深藏不露啊！别浪费，你这丹药一看就不便宜。不必，我多着呢。行了，不要背。四人虽性格各异，但人品没得说。妈的，让他给跑了！石虎刚才受的伤，觉得如何？就感觉被蚊子咬了一口，但没啥事儿，不疼。鬼影妖的毒可是出了名了狠毒，难道是因为刚刚吃了顾兄的丹药？多谢，顾兄，感谢你刚才的丹药，大恩不言谢。以后你让俺干啥，俺就干啥。客气，我们是队友，应该的。我本认为顾命就算不是拖油瓶，也帮不了太大忙。如今看来是自己看走眼了。感激的话不必多说，如今你与我等皆为一体，应所应当互帮互助。不过你这丹药，此事容后再说，当务之急先解决鬼影妖。有道理，别分心。如今虽然无惧鬼影妖，但毕竟是金丹境妖魔，不可大意。
地裂破！让我来帮你一把。顾命，快躲开！妖魔就是妖魔，太蠢了！嘿嘿，队长，你们什么眼神？你到底有什么不会的？炼丹师、阵法师，都会一点点而已。没看出来啊，顾兄，你可真是深藏不露啊！这是顾命的秘密，不该问的别问。只要记住，我们是一个团队就行。多谢。客气了。对他们而言是为了谋生，是生死边缘玩命的职业。可对我而言，只不过是为了打发时间罢了。经过上次的任务后，时间一晃，已经过了半个月。加入小队后的第3个月，赵队长接下了一个棘手的任务：诛杀一名金丹初期的邪修。这一次，我们5人配合的天衣无缝，我负责布阵困敌，将他的退路彻底封死。不到1刻钟，那邪修便被我们轻松镇压。经过这2次生死配合，我彻底融入了这个小团体。兄弟情谊就是在刀尖上建立起来的。一晃眼，15年就这么没了。石虎和冷月倒是争气，双双突破到金丹境初期。宋钱大哥更厉害，功劳攒够了，升1级统领。本来可以自己当队长了，结果他不干，非要继续跟着赵队长混。至于我嘛，修为那叫一个稳，稳稳当当卡在筑基后期，雷打不动。这几个家伙天天念叨让我好好修炼，我耳朵都听出茧子了。相亲。必须要给顾命找个媳妇儿。城南苏家的小姐是附近有名的美人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如今正是出阁年纪。城北朱心怡乃镇魔卫小队长朱雀的独女，我已经交涉过，朱队长对顾命很满意，且2人之间有渊。我有个远房表妹，在黄风谷修行，筑基圆满修为，我觉得2人很合适。炫雨楼的花魁，我觉得挺不错，功夫也极其了得。滚！那我们就撮合朱心怡与顾命吧。今日又是什么借口？什么借口？胡说！只是恰好碰见朱家小姐，来都来了，你说呢？熟悉的话。罢了，醉死。小女子朱心怡，见过顾公子。请坐。抱歉，劳烦朱小姐白跑一趟。公子，可是小女子生得丑陋，难入公子眼。非也，小姐花容月貌，只是什么？每个人的路不一样，我的路注定是大道独行。我不愿耽顾小姐，此中缘由我无法解释，但与我在一起，注定不会有好结局。其实今日前来，主要是为了当面向公子道一声感谢。不知公子或许记不得，但小女子不敢忘公子救命之恩。10年前，我不慎被一采花大盗掠走，是公子将其斩杀，救下小女子。对公子而言，微不足道。你是10年前的那个小女孩，长这么大了。
往常3言2语就打发走相亲的女子，此次已经半个时辰了，看来成了。我觉得有戏，毕竟朱家小姐与他缘分未尽。能看着这家伙成家立业，真不容易。我说了，我与他不合适。这朱家小姐要背景有背景，要长相有长相，人品极佳，为何你还是看不上？并非看不上，而是不合适。4位心意我领了，可切勿再浪费精力。任何人于我而言，亦不过沧海一粟罢了。我不会停下脚步溜留太久。得了，今日天鹤楼，我请客。哈哈哈哈哈！早说嘛，我可是馋天鹤楼妖兽大餐许久。对，天鹤楼的天之蓝可是绝品佳酿，今日得好好坑顾兄一次。上，拿下他！守在外面，免得让他逃了。我与队长联手足矣。总感觉哪里不对劲。可恶，大意让他逃了。这家伙实力并不强，但会血遁之术。早先回去休息。这无涯城最近不太安宁，出现神秘妖魔祸乱，一人精魄修行，任务很快会下来，做好准备。出于对2人的信任，我并未多问什么。今日之事，我就当没看见。明白，只是希望别生出事端。普通人的气息太差，不知道镇魔卫的气息是什么滋味。我真的好想试一试啊，可惜父亲不允许。楚兄，发生何事？昨日小女归来后闭门不出，今日清晨我本欲唤其起床，询问昨日相亲之事，她并未在房间中。后来便有人发现其尸体躺在胡同中，他死在邪修手中，心脏被掏空，精魄被吞噬。昨日朱心怡还与我谈笑风生，一个温柔善良的女子，谁曾想昨日一别，竟是永远。此事似乎没有那么简单。赵三刀与宋乾似乎知道些什么，却故意隐瞒。抱歉，与你无关，不必愧疚。或许这是心怡的命，可怜她从小失去娘亲，是我一手抚养长大，却无论如何，这凶手必须为此付出代价。我擅长一些敛容之术，可让朱小姐漂漂亮亮离去。那便麻烦小兄弟。女儿家爱美，如今这模样，都是我的错。放心，凶手定会复出，为他的凶残付出代价。朱队长，可以了。心怡，都怪为父，未曾保护好你，我对不起你，对不起你娘亲。此事牵扯甚大，甚至牵连赵三刀与宋乾，我不想干涉。或许这便是他的命，我顾命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，也没有资格干涉他人命运。此事尽力而为，但凶手大概率不会被我们抓住。队长，我们镇魔卫不就是为了替天行道，主持公道吗？相信队长，队长何时欺骗过你我？我不是石虎那个傻憨憨，看不出端倪。但我同样明白，有些事并非知道真相便可得到答案。走吧。转眼过去了半个月的时间，我们几个在城里不断寻找线索，询问目击证人，调查最初现场，可结果却都一无所获。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事件也开始迅速发酵，但真凶却依旧在逍遥法外。石虎出事了，速来！没想到这家伙平日看起来傻呵呵的，竟如此凶残。你懂个屁！越是老实憨厚的人，越是变态扭曲，这叫反差感。可惜了，既然被王允他们小队抢先一步。呵呵，赵三刀，这事儿你怎么解释？你手下干出这种事儿，别告诉我们你不知情。呵呵，赵三刀，这事儿你怎么解释？你手下干出这种事，别告诉我们你不知情。啊！你做什么？退后！想毁尸灭迹吗？让开！马总，住手！退下。顾命，我知道你很优秀的镇魔卫，但有些事你还是太年轻，看不透。别被你漫烂的同情心冲溃理智。昨夜石虎再次行凶，吞噬一名女子精魄，食其心脏，被王允5人抓住。他反抗，只能诛杀，证据确凿。人已死，让他体面一些，我不会乱来。顾命，你好大的胆子！赵三涛，你还想继续包庇此人？他是我的兄弟，他犯错是我管教不力。更何况一切只是王允几人一面之词，如何能信？若那凶手是王允，他栽赃嫁祸石虎，又当如何？倒打一耙，好一个赵三刀！现在我怀疑石虎就是受你指使，这一切都是王允5人的栽赃。回想石虎那憨厚善良的性格，根本就不可能会做出那样的事。现在看来，这所有事的罪魁祸首就是王允他们利用职务之便，背地里做着肮脏的勾当。我不愿去争论什么，但我要让那些牵扯此事者必须血债血偿。队长，你还打算隐瞒到什么时候？他杀了石虎还不够，你还希望姬冷月死？还是我？还是所有人？你还打算继续包庇他？还是说你在畏惧？你觉得朱心怡该死，石虎该死，还是那些死在他手里的人该死？我们斗不过他，我死了，可你们还年轻，还有大好前途。我不怕死，我怕你们死啊！别怪队长，他承担的压力比你们多得多。胡渊的父亲胡渊元婴中期强者，怎么斗？俺相信他。既然如此，我明天准备替天行道。阁下如果是想用事，我天鹤楼欢迎；如果阁下想闹事，打听打听这是……你是谁？胆敢在乌鸦城闹事，对镇魔卫出手，自取灭亡！送你们上路。该死！这是怎么回事？阵法是幻阵！不会阵！找死！是你这个废物，想替石虎报仇吗？不自量力！很好，很好。原来你一直在隐藏实力，但你筑基后期再强，如何能战我金丹境？金丹与筑基的区别是你无法跨越的寒沟，阵法师又如何？不过旁门左道罢了。实力才是真理，联手杀了他！血债血偿！你是魔！该死！你竟是魔修！杀了我，你也活不成！魔也好，妖也罢，我不在意。
我只要你死。石虎之事与我无关，是胡言命令我在你们3人中找个替罪羊，死的就是我，我只是个小人物，冤有头债有主，你该复仇之人是胡言，而不是我。将胡言约至天鹤楼，我可以给你一次活命的机会。此地爆发战斗，他怎么可能以身试险出现在天鹤楼？放心，整个天鹤楼被阵法笼罩，外面看不出里面的异样。你只需要让他出现在天鹤楼，其他事与你无关。我又不是滥杀无辜之辈，既然知晓真相，岂会继续为难你？你看他们不是活得好好的吗？还请他们看场好戏。我这人其实挺善良的。这位道友，所谓死道友不死贫道，你尽心尽力当狗有什么用？还不如配合这位大人引出胡言，他死了，你可能能活；他如果活着，你必死无疑啊！是啊，这位大人，不说和善可欺吧，但至少是个讲理的人。我们是无辜者，他未曾伤我们分毫，这种讲道理的人真不多了。我一眼便觉得这位大人是好人。修魔道恐也有难言之隐，他为了自己兄弟，敢血染天鹤楼，敢向权贵挑战，此等人杰怎会言而无信？你天道起誓，饶我一命，否则我不信你。我顾命向天道起誓，若王允替我将胡言引至天鹤楼，我不得伤其性命。如有违誓，魂葬九幽，深入地狱，轮回不入，永世不得翻身。我操，发个誓至于这么狠吗？这是将自己的来世也断了。你他妈快答应吧！这位道友的诚心连我都被感动了，如此真诚之辈，世间罕见。别耽搁大家时间，老头子说我要抽你！看戏就看戏，别加戏了，都是死跑龙套的路人甲。我答应你。胡言大人，出大事了！赵三刀那几个不知死活的东西，刚才拦住我，威胁我交代石虎一事的真相。我现在在天鹤楼设宴，你速来一趟，记住，一定要快，别让他们跑了。我，好一个赵三刀，享受他的身躯，让他在极致快乐中感觉到自己心脏被我吃掉，肯定特别有趣。欲仙欲死。少爷，留步！大人不允许你擅自离开镇魔司。李队长，我做什么？你有什么资格干涉？你要记住自己身份，你只是我父亲的一条狗。这是你父亲的命令，如果你硬要离开，只好得罪了。这几人可是隐患，他们不死，镇魔卫将威严扫地。李队长，你觉得该怎么做？他不愿助纣为虐，可他又何曾有选择的机会？属下随少爷走一趟，解决隐患。真乖，走吧。少爷，天鹤楼被阵法笼罩，当心，不可大意。有你在，怕什么？况且我有父亲赠予的命符，捏碎命符，父亲瞬息可至。在无涯城，谁能杀我？谁敢伤我？走吧，活得越久，胆子越小。难怪你一直无法突破元婴境。哼，或许吧，修为越高，越怕死。少爷，小心，这里不对劲。此幻阵并非普通阵法，而是玄级大阵，我破不开。好美味的气息，怕什么？我有父亲的命符。哎呦，来了，还带了帮手。我记得你，赵三刀麾下镇魔卫叫什么来着？顾命，扮猪吃虎吗？有点意思。赵三刀人出来，让他躲藏藏，怕我？你答应过不杀我？是吗？我忘了，记性不好。来，我赏你的肉，趴下叫唤2声，这颗心脏是你的。可惜了，暴殄天物啊！你不可饶恕。王允啊，王允，你这个蝼蚁，竟然为了活命欺骗我，胆子不小。很好，你很有勇气，都得付出代价。畜生就是畜生，听不懂人话。李月，抓住他！我要让他受尽惩罚，彻底封禁他的神魂。可惜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，我不愿出手，但我亦身不由己。收起那副虚伪的面孔，你这种助纣为虐的人，更令我厌恶。
我以为你真的不怕死，原来也不过如此。杀了我！你不仅要死，赵三刀要死，姬冷月要死，宋乾要死，与你们有关者都要死！你敢杀我吗？顾命，放开胡言，我可以向你保证，你与赵三刀他们必可安然无恙。不仅如此，赔偿1000万灵石。此乃噬魂符，若你敢异动，我只需要一个念头，便可让你魂飞魄散，永不超生。好戏这才开始，我怎么会让我兄弟含冤死去？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在乌鸦城作恶，这是挑衅镇魔司啊！谁说不是呢？看戏看戏，好多年未曾发生如此有趣之事。胡言，告诉你一个秘密，他们几人早已暗中离开无涯城。这一次他真的害怕了，害怕死亡。顾命，我与你无冤无仇，那石虎只是一个普通修士，用你的命换一个公道，值得吗？放过我！普通修士在你们眼中，普通修士的命如此廉价，可在我眼中，他的命比你昂贵万倍。一个蝼蚁，他有什么资格和我比？只要我愿意，在乌鸦城，我想杀谁就杀谁。顾命，你别太过分，可比断一只手可怕100倍。顾命，我也是个可怜人，在我小时候，闭嘴！我对你的过去没兴趣。怎么，你要告诉我，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？那与我何干？在我眼中，你该死，那便一定要死。我要的公道，我亲手讨回，无关任何事。难道凶手真的是他？是我误会石虎。胡兄，让我来，切勿冲动。顾命，何至于此？放开胡言，我可保你不死。有什么话不能敞开说？为何要传音？是害怕天下人指着镇魔司不入流的勾当？来此之前，他已经前往赵三刀几人的住所，早已人去楼空。或许是误会，但此事真相如何还需调查。随我会以生命担保，你可无恙。胡公子，说说吧，告诉天下人真相。他知道，如果自己道出真相，自己必死无疑。不说，我有的是手段让你说。噬魂符可能会弄死你，不如尝尝我的禁忌丹药，服用后身体会经历极端的痛苦。我还有很多手段。这些丹药自然是我闲来没事自创的。活了几百年，我大部分时间都浪费在这些稀奇古怪玩意儿上。此乃噬魂符，你尽管试试，能否瞬间杀死我？不过你应该做不到。我操！一念成阵，比我见过的任何阵法师都要牛逼。这家伙隐藏太深了，他丹道与阵道早已超过其修为，可怕！此等人才竟然未曾被镇魔司发现，可惜了，为时已晚。今日无论结局如何，顾命必死无疑。看来知道今日之事，无法善了，除非无涯城是内人出手。顾命，你要明白，如若胡言道出真相，后果是什么？颠覆天下人对镇魔司信任，毁了整个镇魔司建立的威信吗？对与错，我不在意。我只想活得通达随心，没有遗憾。胡言，既然你依旧选择坚持，那便继续。我说，求求你杀了我！是我指使王云5人杀了石虎，栽赃陷害于他。朱心怡是我杀的，这乌鸦城发生的噬魂吞心之事，皆是我所为。都怪你！非要为了心中正义，得罪魔道，得罪无数邪修。他们杀了母亲，将我囚禁折磨，毁我心境，毁我修行，毁我一切。你永远不会知道何为生不如死。仅仅是为了你心中的正义，你便置我与母亲生死不顾。你对得起天下人？你对得起我与母亲吗？胡渊，
我哪怕是死，葬于九幽黄泉之下，我也不会原谅你。是你毁了我，死在我手中的生命，你难逃其咎。哈哈哈哈！你毁了我，我也要毁了你最在意的名声。怎么生气了？那为何在我第一次杀人时，你选择包庇？虚伪！哈哈哈哈！唉，是该结束了，万般皆是我的错。顾命，杀了你，我会杀了你。 再自裁谢罪天下，胡兄不可！我意已决，不必再劝。我胡渊光明磊落一生，受不得这世人异样目光，死亡于我而言是最好的归宿。胡言虽人品败坏，可胡渊曾经亦是无数人追崇的偶像啊！死得好，胡言罪该万死。世间安得双全法，不负天下不负家？顾命，我杀你于理不合，但于情我不得不杀你。放心。 黄泉路上，我胡渊陪你。来了吗？也罢，杀了胡言，杀了胡言，已经替师虎报仇，如此死去，也算无憾。你动用禁忌功法，我虽不知有何后遗症，但必然代价极大。若不及时恢复，你依旧会死。为什么不杀我？我操！丹道阵法还能这么玩？谁说是旁门左道？可太有用了！我也想修行，想屁吃！丹道阵道可比修行困难，能踏入顾命这个层次者，无不是天赋妖孽之辈。这家伙真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。胡渊，你可知罪？大人。 属下知罪，既然不能杀他，那便请大人允我以死谢罪。你求死！你曾经的正义、初心何在？告诉本座，答案。我愧对大人栽培，但我亦无颜苟活。你既无惧死亡，何惧活着？罚你1000万灵石，降为3级统领镇魔卫。还有活着，继续为了镇魔司而活着，为了天苍生活着。胡言犯下的罪需要你赎回，在此之前，你不能死。遵命。 石虎之死与我脱不了罪，我担了。你杀了胡言，他罪有应得，岂能坐视不理？这份仇我记下了。若未来有朝一日，你实力足够强大，你我决一死战如何？我无惧死亡，只是我这残躯还有用。好，你也可以随时寻我，替你亲自报仇。我顾命等着。 都没事做，大人，属下告退。聊聊。好。堂堂无涯城掌权人，一级引领镇魔卫，化神初期强者。 竟住在这种地方，坐吧，不必拘谨。你似乎不惧本座，我为何要惧你？是啊，他为何要惧自己？死都不怕，还怕什么？这种心境，哪怕我也未必能行。真是个天生的修行好苗子。 只是修为实在是不敢恭维。你是否觉得本座处置有失公允？事无对错，亦无公允，皆是相对而言。从太虚皇朝角度看，胡渊的错与功比起来不值一提，可忽略不计。我若逼你杀他，你不会杀。况且我有什么资格逼你杀了一名元婴后期强者？我有自知之明。不是，你看得如此通透，显得我这个化神强者像个 NPC。甚至在镇魔卫眼中，在普通修士凡人眼中，胡渊都不该死，可以原谅。但在我眼中，我未曾受过他的恩惠，我的兄弟反而因其纵容其子而死。所以若有机会，我还是会杀他。你不必询问我的想法，我不会对你有意见。如今的我并无资格，你能站在公平立场保下我，已经是你仁至义尽，还算有良心。胡渊是个可敬的对手，我其实挺期待未来有一日亲手将他斩杀，或者他杀死我。你成熟的像个老怪物，若非你生命气息年轻旺盛，本座差点以为你是一名伪装的老怪物。得，本座准备的说辞也没用了，
你二人之间的恩怨，本座不会插手偏袒。你若有能力，你便杀了胡渊。不过以你这修为，挺难的。放心，胡渊不会趁人之危，至少不会暗中对你出手，这个本座可以保证。胡渊是个光明磊落的人，二人之间分生死一定是光明之下。还有事儿吗？我身为1级引领镇魔卫，乌鸦城掌权者，陪着整个太虚皇朝，可面对这小子，却总感觉被他牵着鼻子走。你没有什么诉求，我能有什么诉求？一无冤屈，二无功劳，反而犯下大错。于情于理，你不杀我，用你们的话说，于我而言已是恩赐。这家伙太过聪明，万事万物看得透彻，此等存在看似随和，但却很难掌控。任命你为1级统领镇魔卫，组建一支小队，寻常时候替镇魔司炼制丹药符箓，每个月许你20万灵石，如何？1级统领镇魔卫的身份我接了，至于组建小队，算了，一个人挺好。放心，该做的事我会做，不会搞特殊待遇，其他的随你。大人，此子心中无信仰，对镇魔司并无归属感，恐怕不会在镇魔司久留。他似乎对任何事物皆不在意。我第一次看不透这样一个年轻人，无欲无求，随心所欲。罢了，随他去吧，不必故意留意他。丹道阵法皆踏入玄级的存在，怎么可能是普通人？遵命。罢了，我给他们留下的灵石足够他们数年不愁修行。这镇魔司并非长久之计，离开也挺好。我终于也算是个高手了，不错不错。小小筑基大圆梦，轻松拿捏，可不能骄傲。修行一道，一步一个脚印，需稳扎稳打，汲取前人修行经验，再接再厉。阵法之道居然也有所突破，踏入了玄级上品，其他方面暂时并无长进，应该是这18年时间，大多数用来潜心修行的原因吧。香园，该去镇魔司报道了，可不能懈怠，好好工作，努力上进。顾队长，你来了，许久不见。顾队长近来可好？咦，你突破了，恭喜恭喜！天啊，顾队长竟然突破筑基大圆满了！顾队长竟然突破不嫁喜事儿啊！天大的喜事儿啊！这不得去天鹤楼摆一桌？顾兄，多日不见，今日可有看上的任务？若是与我冲突，我可让于你。随意看看。拜见大人。天地异变，禁区归元天开启。我们收到消息，玉魔宗、合欢派、鬼巫门联手，派遣大量魔修潜入归元天，欲趁乱屠杀各大家族门派弟子以及散修，以他们血肉修为修行，扰乱世间秩序。我镇魔卫身为太虚皇朝一柄执法剑，需秉持原则，维护和平，斩妖镇魔。皇朝之令，每个城池镇魔司需派遣镇魔卫进入归元天，其一是为了对付妖魔邪道，其二是为了采集一些资源。归元天乃上古数机缘，相传曾有人于其中寻得机缘，闭关1000年，突破炼虚境，成为天下赫赫有名强者。没想到只是提前过来探个路，还能碰到这些鬼鬼祟祟的家伙。好在这帮家伙的实力都只不过是筑基期，1个月时间，除了采集一些灵药灵草，并未遇见什么机缘。若非此地灵力比较浓郁，他都怀疑这里根本不是什么上古异地。这玩意儿不错，酿制上古灵元酒的主材料，采集一些回去酿酒。被人捷足先登了。道友，此地乃我等机缘，你夺人机缘如杀人父母，是否不妥？留下灵渊，我等可放你一起去。尔等机缘，机缘先登者归其所有，此乃修行界规矩，何时成你们的机缘了？可笑！哼，你这小子倒是有些意思。这可是我们花重金从拍卖会拍得的藏宝之地，如何不是我们的？你夺我等机缘，竟还如此无耻反问！呵呵，本姑娘从未见如此厚颜无耻之徒。镇魔卫，该死，怎么会碰见镇魔卫？镇魔卫以小队形出现，他只是一个人，区区一名筑基圆满罢了。我3人同是筑基圆满。哎呦，原来是镇魔卫大人，误会误会。既然是大人看上的东西，我们这些散修哪儿敢觊觎？大
大人，奴家最崇拜镇魔卫，梦想便是将自己第一次交给大人。时光正好，何不如……为什么？女人只会乱我斗心。冷笑，你该死！竟敢杀我二人妻子！堂堂镇魔卫对弱女子下杀手，那便别怪我二人不客气。二人的妻子，谁说古人恪守保守？可玩的太花了。动手！什么时候？怎么可能？你竟然提前布下杀阵！随手布置的，对付区区筑基圆满，何须我动手？再见。当我阵法白学了。修行不是打打杀杀，是人情世故。如若三人态度好一些，未曾对自己起杀机，解释清楚原委，说不得我会给出一些灵缘。可惜他们不懂人情世故。至于机缘，我坚信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莫强求。与其主动去找，何不如等他自己送上门。云庭真人，一尊上古渡劫大能，这里似乎便是他的作画之地。但这里一马平川，怎么看也不像是天地浮动、坟墓什么的，这么简单。渡劫大能作画之地，应该有些有趣的玩意儿。我虽然不理解为什么堂堂渡劫大能的墓穴这么明显未曾被发现，但那不重要。或许这就是命里有机缘呢，谁又说得清？墓穴非要这么没心体吗？千篇一律啊！若是我死后，墓穴一定要恢宏大气，宛若世外桃源。葬在海中，天为被，地为床，鸟语花香，岂不快哉？前辈，我人来了，机缘呢？原来是声控的，居然这么高级啊！恭喜你，后世来者，你将获得本作传承。多谢。按照常理，自己堂堂渡劫强者留下传承，得此机缘者不得激动的颤抖，磕头感谢。继续啊，别停。小家伙，是否疑惑获得本作传承太过容易？有一点，说说。怎么来了个这么个奇葩，搞得我毫无成就感。这叫什么大道自然？本座只是随机设定一个时日，时间到了，无论是谁发现本座墓碑，皆能踏入此地。不得不说，确实啥也没有，与我想象中的机缘浮动压根搭不上边，就像个普通古墓。很随心，我喜欢你的态度。嘿嘿，多谢夸，不是你搞错了吧？本座才是前辈，能不能给点面子，别如此随意。晚辈顾命，拜见前辈。态度不错，本座很喜欢。原本本座还准备了一些考验，你做什么？考验太浪费时间，你这里似乎并无什么有趣的玩意儿。至于什么功法传承、悟道经验什么，我并无兴趣，神兵利器也不想要。得，你老歇着，等待下一个有缘人吧。别呀，你是我哥，我叫你前辈行了吧？考验也没必要了，好歹考虑一下我的传承啊！嘿嘿，顾哥，心动了吧？不是，我觉得你挺有意思，你的传承应该也有点意思。你说，我考虑考虑。他也并不是非要顾命得到他的传承，但结界被破，他这一缕意志无法存在太久。顾命走了，他的传承就断了。我的传承分为5个部分，其一是医师修行经验，俗套，你继续。其二是功法。传承不都这么回事吗？难道还能将我婆娘传给你不成？你是话糙理也糙，太会说话。彼此。第3样嘛，那便是我留下的势力。不过这么多年过去，应该没了。你有时间就去看看，没时间就算了。这是我的身份令牌，一块上古令，除了古朴一些，材质硬一些，没什么用。其次便是我的丹道传承。你是丹师？你也是？在下不才，旋即上品炼丹师。按照常理，旋即上品炼丹师修为少说也是元婴境，这才符合常态。顾命这种，简直是离了个大秒。异火榜排名第7的焚天紫莲火，小家伙有点见识。本座可曾是天阶下品炼丹师？怎么样，有没有想磕头膜拜的冲动？此刻只感觉身心通透，爽爆了，终于扳回一局。天阶炼丹师，
还有排名第7的异火。可是晚辈有眼无珠，还请前辈恕罪。面子那玩意儿能干啥？有异火香，有天阶炼丹师香，那不扯淡吗？我还是喜欢你骄傲不驯的态度。恢复一下，这小家伙挺有意思，不喜修行，喜炼丹。修行嘛，修一个随心，修一个兴趣，何须在意世俗一套？唉，我若是有你这心性，恐也能看一看那仙路之上的风景。可惜不提也罢。我最后一个传承是一颗界胎。界胎，我去，这玩意儿可是好东西。诸天万界的孕育与诞生都需要一个过程，借助天地之力，从一颗界胚孕育成一个世界，这可是哪怕仙人也觊觎的宝贝。如今我寿元无尽，人工培育世界，嘿嘿，刚刚好。界胎虽好，但有利有弊，不可浪费太宗力在其上，否则会耽误你修行。唉，当年我便是贪心于此，耗费大量精力悟地在界胎上，导致我停在渡劫，踏入仙道，种种絮语而终。放心，我自有分寸，区几百亿年而已，洒水了。小家伙，我时间不多了，真到这个时候，还是有些舍不得这个世界啊。死亡不过是一个历程罢了，强如渡劫，也无法逃过这个历程。好歹安慰安慰一下我啊！有的人活着却早已死去，有的人死了，他却永远活着。前辈，我会永远记得你。我活着，你亦活着，何须在意生死？你这小家伙很有意思，若是生在我那个时代，必可坐而论道，成为智障道友。可惜啊，我生君未生，君生我已死。这家伙看起来脑子真的不太正常。停，鸡皮疙瘩掉一地。时间不多了，赶紧将传承交给我，您老好好安息。放心，待有时间，我定会前往你后人之地，替你看看他们是否还在。小家伙，我相信你并非无情无义之辈，能将传承交给你，也算不辜负我一片苦心。记住，我留下的势力名为云庭宗，若他们还在，能帮便帮帮他们吧。大道精彩万分，可惜与我再无关系。唉。恭送前辈。天阶炼丹师的经验并不济，至于云庭真人的功法与修行感悟，我可没给人家动，我还是留着给他的后人吧，毕竟自己属实是没什么兴趣。8年时间，终于将焚天紫灵火炼化，还有界胎。界胎如今只开辟一丝，相当于自混沌中孕育出一块良田，这还是云庭真人耗费大量精力物力才做到的。如果能弄来一条灵脉，埋入其中，创造一个良好的福地，岂不是能用来种植灵药？今后便叫你昆凌，还不错。已于此地浪费8年时间，该走了。幸亏未曾超过期限，否则麻烦。姐，传闻镇魔卫同阶强悍，名不虚传。如果能吃了他的金丹，必可助你我兄弟2人力量增强几分。哪里逃！我也太倒霉了，自己刚和队伍分头追杀魔修士，并且斩杀了一名同阶金丹初期魔修，结果竟然就被偷袭了。奶奶的！逃！我挡住他们！这小子是谁呀？看样子也是个镇魔卫，那我自然不会牵连他。寂静的镇魔卫，哈哈哈！看来镇魔司已经落幕，竟然让此等蝼蚁进入归元天。有情有义，可惜你挡不住我们。不仅你要死，他也要死。赶紧逃！你绝非他们对手，不要白白送死！完了。
这是什么？哦，杀阵啊，这问题问的未免太过愚蠢。这是哪个城池的怪物？弹指成阵，太逆天了吧！他居然有此等丹药，这品质最起码得上万灵石。服下呀，等什么？我喂你。这人莫不是有什么癖好吧？多谢道友救命之恩，我身上没那么多灵石。谁要你灵石了？面对生死，竟不愿牵连他人，不得不说人品不错。在下第一城镇魔司刘峰，多谢道友救命之恩、丹药之恩，今后必涌泉相报。无涯城顾命，无妨。同为镇魔卫，不必太过见外，人没事就好。顾兄，你为何不杀了另一名魔修，任由他逃去？恐会继续滥杀无辜。我筑基圆满，他金丹初起，他要逃，我拦得住吗？另一人是因为他毫无防备，入了我的杀阵，所以才轻松击杀，无妨。顾兄所言有理，是在下多嘴。顾兄，以你的本事，无涯城怎会放心让你一人进入归元天？你这等卧龙凤主，必会被镇魔卫当宝贝供起。你我皆是镇魔卫，岂有尊卑贵贱之分？尔等入得无惧一死，我又何惧？毕竟以顾命的本事，地位可不会逊色于3级引领镇魔卫。顾兄，真乃我辈楷模，佩服。后来我从刘峰口中得知了如今归元天现状，各家修士被3大魔族魔修追杀，镇魔卫四处猎杀3大魔族，双方之间杀得有来有回，镇魔卫损失惨重，3大魔族同样损失不少精锐。那些家伙只知机缘，若他们与镇魔卫联手，3大魔宗早已败退。可惜他们眼中只有利益。呵呵，人性如此，自私自利，唯利是图，并无那么大格局。你如何打算？我打算与小队会合，继续猎杀魔修。这些该死的家伙阴险狡猾，无恶不作，凶残至极。我们小队其中一人被他们坑杀，此仇怎能不报？一个个猎杀太难，浪费时间精力，还很危险。何不如布下陷阱，一举坑杀？顾兄，你的意思是？我的杀阵弊端太大，但如果将他们引入杀阵，一网打尽，岂不是一劳永逸？其一，可他们也不是蠢货，怎么会任由我们引入阵中？其二，顾兄的阵法造诣确实强大，可玄级阵法若是面对多位金丹圆满联手，未不能抗衡，太理想了一些。若是他们破阵而出，你我可就危险了。放心，我自有把握对付他们，就看你敢不敢舍命陪君子。怕个鸟！我的命是你救的，刀山火海，任君吩咐。既然顾兄有把握，我便舍命陪君子，好好和与3大魔宗斗一斗。顾兄，这是天然阵法之地，此地汇聚雷霆与瘴毒，若是加以引导，将其中孕育的地势之力稍加引导，必可化作雷毒杀阵。你按照我的布置，将阵势俘虏部下，给他们一个惊喜。好，任凭吩咐。我需要时间布置阵法，峡谷外围就交给你了。放心，有我在，一只苍蝇也别想飞进来。顾兄，短短1日，你如何做到的？努力就行，你也可以。这是阵法图，你按照各个标记的点位布置阵势与俘虏。顾兄，咱不说这阵法威力如何，你就告诉我整个大阵布置需要费多少灵石？我这些年没事就练点玩意儿换取灵石，加上任务奖励，以及各种乱七八糟的提成，反正不差灵石，估计几个亿吧，也不多。我现在连1万灵石都拿不出来，而顾命居然随便就花掉了几个灵石，果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啊！哎，早知道不问了，我去了。注意安全。刘峰继续没日没夜的布置阵势，不少俘虏中加入悬炼之蛊火，一旦沾染，元婴修士也得头疼。春夏秋冬4季变换，峡谷中阵法逐渐成型。这些镇魔卫竟来得如此及时，这镇魔卫不抛弃不放弃的原则，还真不是说说的。顾兄，你不讲武德，今后再也不会信你。不错，有点用处，我很欣慰。多谢道友救我这小兄弟一命，你所做之事我已经知晓，接下来的事交给我们，你休息片刻。麻烦了。
分内职责。金丹再多，如何能杀本座？本座想走，尔等拦不住。长老，您可不能走，您走了，我们怎么办？滚！尔等死活与本座何干？单打独斗，确实奈何不得你。但我镇魔卫人皆同阶好手，加上针对魔修的诛魔阵，能否留下你，试试便知。动手！借力于我，诛魔！鬼符盾！你中计了，蠢货！蔡无魂，你的底细我镇魔司早已一清二楚。鬼符盾的缺点太大，而我诛魔阵恰好克制。不得不说，挺有意思。你似乎有些惊讶。最基础的诛魔阵以5人为阵，浑然一体，可杀高一阶强者。以我等38人联手布阵，对付元婴初期并不难。自己跟赵三刀他们组队的时候，压根没学诛魔阵，因为每次以我为主，动用阵法符箓，轻松斩敌，压根用不上。后来赵三刀等人离去后，我孤身一人，就更不可能学习诛魔阵。道友，你的队友呢？难道……队长，他就是一个人进入归元天，而且他挺特别，并无队友，一人便是一队。我操！你便是18年前那位教榜银令镇魔卫，要一个公道的镇魔卫。顾命，原来是你！我说这名字怎么这么熟悉？顾兄，你要不来我的小队如何？无论酬劳还是奖励，必然以你人为先。胡说！你队伍已经满足5人，我这队伍不久前折损1人，来我队伍。多谢各位好意，无涯城并未针对我，只是习惯一个人。此次入归元天，也是我主动请缨。顾兄，你孤身一人不太安全，不如与我等同行如何？距离归元天关闭期限已近，没必要继续以身试险。况且你坑杀如此多魔修，想必他们不会放过你。那蔡无魂等人临死之前，必然将你信息传出，那些元婴魔修恐会寻你复仇，以挑衅太虚皇朝。多谢各位好意，无涯城并未针对我，只是习惯一个人。此次入归元天，也是我主动请缨。多谢诸位，不过我还是习惯一个人。我等镇魔卫既然敢踏入归元天，又岂会畏惧死亡？杀镇坑魔修估计行不通了，还是寻些材料酿制灵元酒比较实在，顺便炼一些上古毒丹。这种毒物也只有归元天比较多见。随意寻了一个方向，快速前行。还别说，这云顶真人的炼丹术还真是厉害，我这马上就是地阶下品了。顾命，自己这么出名，细细打量，中年男人有些过于激动，类似碰见猎物。你是？我乃张二和，张家长老，还请放心。张家？啥玩意儿？我怎么可能认识？怎么，堂堂镇魔卫，见识竟如此浅薄，连我张家也不知？现在认识了，狗仗人势！你不得无礼！这位可是镇魔卫的大人，在我太虚皇朝，谁敢对镇魔卫无礼？顾道友，还请见谅，这些下属不懂礼节。记得牵好绳子。顾道友留步，你的大名我早已知晓，如今整个归元天魔修皆在寻你，可得当心。多谢告知。3位还有事？这臭小子怎不按常理出牌？自己多次提醒他，不得请自己入内一叙。罢了，拿下他交给3大魔宗，还能换一些好东西。相逢便是缘，不如入内一巡。我最近刚酿制了一些灵酒，正愁无人分享。
顾命的这小子一个区筑基修士，到底是如何做到以杀阵坑杀千名魔修？此人身上必然有不少机缘宝物，得其机缘将其解决，神不知鬼不觉，岂不快哉？交给3大魔阶机缘，可就不属于自己了。相逢便是缘，不如入内一叙。凌渊酒，强如元婴初期的张二和亦震惊不已。没错，也只有在归元天才能凑齐凌渊酒酿制材料，实属不易。请。既知3位乃正道修士，名门望族，我自不会对3位居心叵测，尽管放心。道友见谅，出门在外，小心谨慎一些总是好的。不知道友酿制多少凌渊酒？不多，几千壶。运气不好，只寻得一些酿制材料。看来自己赌对了，与其将这小子交给魔宗，还不如自己偷偷杀掉，夺取他的机缘。魔宗的赏赏与这么多凌渊酒比起来，根本不值一番。不知顾道友还得到什么机缘？我的机缘那可不得了，前段时间的渡劫达能机缘，稀有灵药，我甚至还有排名第7的异火呢。好，太好了！好什么？这都是我的。你果然是大机缘者。本座说好，自然是因为这些机缘都属于本座。如此着急吗？我有些好奇，你既是张家长老，好歹是太虚皇朝正道人士，为何会与魔道勾结？从这老头叫出我的名字，还有那种阴森的眼神，我便就知道此人有问题。老子堂堂元婴强者，还能栽在区筑基蝼蚁手中不成？朕魔卫打着维护太平名义，仗着有太虚皇主撑腰，肆无忌惮，嚣张跋扈。本座弟弟不过是误杀几百名凡人蝼蚁，便被朕魔卫镇压，废去修为，生不如死。太虚皇朝各方势力苦朕魔卫久矣，你不会真以为朕魔卫在太虚皇朝很受人尊敬吧？可笑！我等乃高高在上的修仙家族，竟让我等向凡人蝼蚁偿命。你猜猜，如今的归元天中，镇魔卫还剩下几人活着？从头到尾，这是一场针对镇魔卫的阴谋，你们一个也别想活着离开归元天。这是各方势力对镇魔卫的报复。我不懂什么天下大义，但对自己认同的存在动手，便是不对。世人的对与错我不在意，我只在意自己的对与错。生气了，愤怒了，这一切皆是镇魔卫自己找死。这场针对镇魔卫的计划这才刚刚开始，各方势力将联手逼迫太虚皇主废掉镇魔司的存在，还太虚王朝一个真正的公平。你们的理由我不在意，你们要的公平我也不在意，但你们在这个时候动镇魔卫，那便不对。区一个筑基蝼蚁，竟还与本谈论对与错，可笑！如今你的生死只在本座一念之间，你又能如何？你能如何奈何本座？蝼蚁，你这是什么眼神？本座很不喜欢。你不觉得体内灵力运转受阻，体内丹田处传来阵阵刺痛，经脉疲软？蠢货！明知我擅长阵道与丹道，却还如此肆无忌惮，真不知道尔等是如何活到现在。废了他！没时间陪你们玩了，游戏结束。怎么可能？你也喝了凌渊酒，为何你无事？我堂堂元婴强者，竟然被人毒倒！凌渊酒并无问题，但配合着丹毒，它便是毒瘾。二者配合，哪怕是元婴修士也挡不住。你屏住呼吸也没用，只要你运转灵力，丹毒便似苍蝇见血一般自动入体，相辅相成，无法防御。当然，若你实力强一些，我确实奈何不得你。可惜区元婴初期罢了。那又如何？只要这丹毒消散，本座可瞬间恢复，杀你如屠狗。你也喝了凌渊酒，你敢踏入丹毒之中对本座动手？太蠢！这天下乱世，我管不得，也管不了。但这归元天之事，我顾命管了。
队长，哪怕是死，也要死在一起。当初曾约定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立刻滚！你真要让兄弟们白死，让我白白牺牲，给我们这支队伍留下一点薪火传承。回去告诉大人，各方势力背叛太虚皇朝，勾结3大魔座。第18小队镇魔卫刘峰，遵命。于纯阳，你真以为这只蝼蚁能逃离归元天？归元天是你们镇魔卫的葬地，便让本座亲手送你上路。镇魔卫当镇魔斩妖，为乱世太平，至死不休。以死护同伴的魄力，可惜他逃不掉，必死无疑。队长，我失败了。回家，顾兄，看来我对你还真是念念无忘。临死之际，想到的最后一人，依旧是你。他太累了，他想好好睡一觉，他想追上于春阳4人的步伐，不想轮回路上孤独一人。顾兄，你又救我一次，咱还真是有缘。别说话，我替你恢复伤势。旋即上品回灵丹。顾兄，算了，我知道自己的情况，回天乏力，哪怕是地阶炼丹师也救不了我。他岂会不知？但他又能如何？若他是天阶炼丹师，或许真能拥有起死回生之术。抱歉，我救不了你。凡人生老病死我不会干涉，但镇魔卫不该死，刘峰不该死，他们还有自己的使命。亏欠什么要如此？我欠你的虽有憾事，但生死轮回，人力岂能干涉？这是你告诉我的道理。他见过太多身边人死去，早已习惯。可他终究还是人，拥有7情6欲。他觉得刘峰不该死在这场阴谋中。刘兄，此乃我这1年酿制的好玩意儿，你若不品一品，才是人生遗憾。你这家伙不知道早些酿制，还好还好，临死之际能品这人间仙品也算值了。镇魔卫当镇魔斩妖，为乱世太平。顾兄，莫要对镇魔卫失望，如若可以，替我继续镇魔卫之使命。青山处处可埋尸骨，青山处处可埋尸骨，但我偏要带你们回家。很快，归元天中流传出一件怪事，有人专门收集镇魔卫尸体，四处逃窜的镇魔卫听见这个消息，纷纷选择停下脚步。与其被追杀致死，还不如殊死一搏，杀一个算一个。兄弟们，有人替我们收尸，还怕客死他乡？干他娘的！老子早就受不了了！堂堂镇魔卫，竟被人四处追杀，狼狈不堪，何颜面对镇魔卫先辈？来吧，好好和这些虚伪的家族宗门3大魔座斗一斗，拼他个鱼死网破，天翻地覆。魔修与背叛太虚皇朝的修士知晓顾命的存在，开始全面追杀他。有不少元婴魔修甚至不惜许下重诺，以顾命项上人头，可许地阶灵器灵石1000万。尤其在得知顾命便是坑杀上千魔修的镇魔卫时，魔修士对其的恨意抵达一个巅峰。搞什么？我此举岂不是让这些镇魔卫死伤更加惨重？我是镇魔卫，不是收尸人啊！原来是顾兄，你为镇魔卫所做之事，我们可都知道了。若不是你，我们岂能无后顾之忧？传闻顾道友乃丹道大家，果真名不虚传。这丹药费用，待离开归元天再还你。若是我等无法活着离开，便寻我等家人要，我等给你立过字据。你若继续客气，便是将我视作外人。好，咱可是好兄弟，
天下镇魔卫皆是一家人，他二人，麻烦你将他们送回无涯城，带他们回家。走吧，我等要继续完成使命。归元天出不去了，已经被各大家族宗门堵死，消息传不出去。待镇魔司反应过来，我们恐怕已经死去。顾命，麻烦你了。我相信以你的手段，一定能带我们回家。走，你们走不掉了。你便是顾命，久仰大名。为了抓住你，可是费了不小功夫，每一次皆让你脱身。这一次，本座要看看你如何破围而出。你以我三人为饵，是为了对付顾命？小姑娘，既然鱼儿上钩，无涯城其他镇魔卫便没有继续活着的必要了。小姑娘，否则你以为你5人能一次一次冲破包围，仅仅付出2人生命的代价？顾命，抱歉，是我等害了你。若我们早些死去，或许你可无恙。玉儿等无关，一切皆是他们的阴谋罢了。只是可惜，不能继续替镇魔卫收尸。这个时候竟还想着替他人收尸，真是个有趣的人儿。不如让奴家将他炼制成人鬼，夜夜快活。你坑杀我玉魔宗蔡长老，还是考虑考虑如何替自己收尸吧。迟则生变，杀了那3人。姚远儿，你既喜欢，分了他的机缘，此人肉身给你，任你处置。那便多谢了，小的们，杀了他们。顾命，我3人将燃烧金丹自爆，威力堪比元婴一击，你可趁机离去，不必替我3人收尸。离开归元天，活着！想逃，为时已晚。雷云破！顾命，助我！多谢大人，多谢顾兄。胡来！没事吧？没事。放心，既然我将你们带出来，便会带你们回家，仅此一次，下不为例。是。休整片刻，我们需要将归元天中剩下的镇魔卫中出归元天，只要离开归元天，便能传信大人，这是唯一生机。顾命，我需要你配合，此次你所有损失，我胡渊一人承担。别忘了，我也是镇魔卫。随后的时间，在胡渊的率领下，大量镇魔卫聚集，汇成一股强大的力量。哪怕面对3大魔宗元婴强者围堵，亦可一战。但不久后，3大魔宗竟消失得无影无踪，仿佛消失一般。胡兄，他们难道怕了，选择退离？不，他们已经布下天罗地网，等我们自投罗网。大人，您的意思是，他们只需要堵住出口，我等便无计可施，只能硬闯？应该是，但我等别无选择，必须突破重重包围，向镇魔司传递消息。距离归元天关闭还有5个月时间，尔等分散行动，汇聚所有镇魔卫，在归元天之外的玄劲峰碰面。记住，5个月之内必须抵达玄劲峰。其中元婴初期28人，元婴中期11人，元婴后期1人。整个太虚皇朝城池数百，进入归元天的镇魔卫上万人，如今仅剩下不足1000人，十不存一，真是恐怖如斯。
魔族与各大世家宗门勾结，坑杀我镇魔卫，罪无可恕，出人难斗。此次我等必须活着离去，将消息传出，让他们付出血的代价。但我们不可能全部活着离去，必须有一些人需要牺牲，掩护同伴离去。我已重伤，逃不掉了，以我残躯换队友一命，值得。我的队伍只剩下我一人，我有何颜面活着回去？如何面他们家人？我来吧，算我一个。还有我。元婴修士出列。不必伤心，元婴修士必然会被重点关照，我们逃不掉的。你们修为弱一些，反而更有机会，明白吗？伤了根基者，修为受损超过30%者，出列。诸位，可愿随我一起替其他兄弟杀出一条血路？愿意。尔等记住，你们的任务是活着，哪怕看见身边队友倒下，也不要停下脚步，离开归元天，第一时间传出消息，明白吗？明白。顾命，麻烦你了。此乃玄阶上品狂血丹，服用过后，力量会得到极尽升华，爆发出超出自身的力量。至于能达到何等程度，与各位修为、体质、毅力有关。记住，狂血丹服用过后，1炷香时间便会气血狂暴而亡。他提醒众人是让他们自己选择，最后的结局是战死还是同归于尽，又将自己的家底掏空，各种乱七八糟蕴含杀招的符箓毒丹交给他们。除了开路的众人，剩下的镇魔卫每人1张疾风符，能最大程度提升他们的速度，提升生还机会。顾命皆记下他们的名字，众人纷纷道谢，一次又一次的多谢，在顾命耳中显得格外刺耳。你与他们一起混入其中，以你的本事，我相信你能离开归元天。随我，死前开路，送他们离去。死前开路。